为了泡到在工地搬砖的糙汉，我特地去那里卖饭盒。糙汉问我怎么出来干这个，我叹了口气，家里穷，你呢？他也跟着叹了口气，俺也一样。我们惺惺相惜。后来我爸逼我参加金圈太子爷的生日宴会，我爸劝我有空跟野男人厮混，不如巴结太子爷。可我望着太子爷那张跟野男人一模一样的脸，陷入沉思。我问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双胞胎兄弟流落在外？他笑了，俺是独生子。下一秒他又优雅地叠起双腿，抱歉，有点改不回来了。我看上了在学校里施工的糙汉，连他名字都打听来了。闺蜜吐槽我，你真是饿了。堂堂陆氏集团的大小姐竟然看上了糙汉，肯定是小说看太多，脑子看坏了。后来我带她偷看了苏成，她身材高挑，肩宽腰窄倒三角，腹肌隐约有8块，尤其是她那张脸绝了，棱角分明，鼻子高耸，五官精致，还有一身诱人的同色皮肤，看着健康壮实。糙，却糙的精致。她又说，卧槽，难怪你脑子坏掉了，这可比我泡的那些奶狗狼狗帅多了。然后她帮我支了个摊，卖色香味俱全的盒饭。苏成果然被吸引了，他来我摊子上买盒饭吃，有点内敛。多少钱？5块。我怕太贵他买不起。苏成惊讶的眼神一闪而过，然后伸出3根手指，来3份。买完他蹲在路边开始吃，连吃东西的姿势都很帅，胃口还很大。我更喜欢了，接连好几天他都来我这里买盒饭，一买就买3、4盒。这天他又来了，额头上满是汗珠，白色背心被汗渗透，发型凌乱，却丝毫不影响他那张帅脸。我盯着他的脸，又盯着他汗珠下的8块腹肌，真是让人感叹，这样的帅哥怎么会被我发现了？老板娘，你是这里的学生吗？这是第一次苏成主动开口跟我说别的，俺看你在奖学金榜上，怎么还出来干这个？我打饭的手一抖，连忙笑着说，哎，家里穷，我才干这些的，得自己挣钱读书啊。我顺势打开话题，那你呢？怎么干这个？俺也一样。他咬了口馒头，浑身上下散发着野性，手上的肌肉线条让人避不开眼。后来我们加上了微信，他每天都提前转账给我。我平常就是上课卖盒饭，看着苏成吃饭搬砖。可怜的苏成干太多的力气活，每次吃饭狼吞虎咽的，感觉怎么都吃不够。我又拿出来好多馒头，心疼的给他放在盒饭里，嘴快过脑子，说了句真想养了你呀。幸好一辆大货车从我们身边经过。你说啥？他抬起头不解地看向我。哦，我说你想吃还有。我从来没有这样怂包的想泡过一个男人，可苏成太干净了，我不想用金钱侮辱他。但没过多久，工地旁支盒饭摊的人越来越多了，甚至有人推出了1元盒饭，卖的比我还便宜。闺蜜胡月气笑了，他可太招人了，你得快点想办法泡他，不然他就被1元盒饭抢走了。闺蜜说的很有道理，所以我当天晚上就给她发了条信息过去。苏成，你住哪里呀？呜呜，我没钱交宿舍费了，可以跟你一起住吗？发出去还不到3分钟，我总觉得太突兀了。我没事就在微信上跟他聊天聊的，但突然要说搬过去住，被拒绝了怎么办？我内心做了无数次斗争，然后撤回了。下一秒他回复行，我连忙找补，又编辑了一条过去。苏成，你住哪里呀？呜呜，我没钱交宿舍费了，可以跟你一起住吗？我可以给你一点费用。他秒回来接你。我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收拾好东西，然后住进了苏成的民工房。10来平的房间拥挤又很小，但好在干净。俺住的地方有点挤吧，要是不喜欢可以换一个。他伸手挠了挠头，好像在想办法怎么能换个更大的房子。不，我喜欢挤一点的。胡月说的没错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搬进来是没错的。我对苏成更了解了，比如他喜欢看书，很爱干净，衣橱里始终都放着一套特别干净的白色衬衫，甚至还有一套西装。他竟然有一套西装。苏成红着脸回答我，有时候包工头要俺跟着他一块去谈工程，必须穿一套。多么纯情的苏成，我好喜欢。他甚至每天晚上还会提出给我做好吃的，小小的房间却洋溢着柴米油盐的味道。但苏成不会做菜，差点把厨房给炸了。他挠着头红着脸，抱歉啊，平常天天泡在工地上，没时间研究菜谱。没事，以后吃饭的事包在我身上，这是我去买点盒饭就能解决的事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他冲着我笑起来，又糙又精致，这张脸这肌肉简直是把我迷晕了。当晚为了能长时间跟他住一起，我提出给他一点房租，可苏成却皱着眉看向我，不行，钱不要，要我就行。啊，这么快都让我要他了。我老脸一红。苏成连忙挠头，俺不会说话，俺的意思是我给你也行。哦，原来他喜欢主动，你不喜欢吗？是不是俺说错话了？看我沉默，苏成陷入局促，可是俺就是想给你。我娇羞一笑，好呀，我来的目的就是拿下他。下一秒
他把一张工资卡双手奉上，那都给你了，以后就麻烦你给俺管钱，每个月会有2万。好好好，他刚才说都给我，合着就是让我给他管钱啊？你是大学生，会理财，也需要用钱，这些钱就当俺资助你上学。苏成看向我，眼神真诚，我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，颤抖着手，你给的也太多了吧？以前喜欢的那些过眼云烟的男模们都只爱我的钱，我还是第一次从男人这里见到回头钱，我有点罪恶，也有点愧疚。这没多少。苏成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俺们干工地的，只要肯吃苦，能挣不少。既然你都给钱了，我壮着胆子，那你也不能吃亏，我给你当女朋友。这下换苏成愣住了，但糙汉不愧是糙汉，他挺直球的，行啊，刚好俺没女朋友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住进来的第1天，我脱单了。从那天起，我跟苏成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但他虽然直球，却是真君子，每天早上都送我去上学，目送我进了教学楼才去工地打工，晚上下班也不回家，专门等我下了晚自习再接我回去。周末2天他也很少在家，偶尔赶回来吃一顿午饭，又匆匆去搬砖了。要不说他能赚钱呢，他是真吃苦啊。那天胡月给我打电话，你跟苏成都好上半天了，拿下了吗？好男人都是需要时间需要精力的，哪有这么快啊？苏成真是个绅士，连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，他的眼神都非常清澈。我一度怀疑到底是我没魅力，还是他不太行。太慢了，你都不知道他现在在校园论坛内有多火爆。胡月连甩了我好几个截图，你自己看看吧。上次在学校门口卖1元饭盒的是校花呀，最近天天泡在工地里。你跟他不是死对头吗？一口一个哥哥的，而且校花长得好看，家里有钱，是我也得心动。照片显示，校花泡在工地里，不仅各种殷勤的给水喝，甚至还开始分发免费午餐了。我跟校花抒情的关系的确不怎么样，她是校花，我是学花，常年霸榜全校第1。可抒情每次见到我都要讽刺2句，书读得好有什么用？你长得不如我，我也要反讽他2句，长得好看能当饭吃。你那脑子我都怕以后饿死。我们关系不好，全校都知道。他甚至曾经扬言过，陆念，你以后有本事别找男朋友，不然肯定看上我的美貌跟我走了。我也反讽他，我男朋友要是跟你跑了，肯定脑子也不怎么样。我忽然想到苏成的脑子，他不算笨吧，但好像憨憨的。胡月还在电话那头催促我，你上点心吧，给你寄了个快递，别让我失望。快递到了，苏成取的，我拆的，一套让人羞耻的内衣。这是你闺蜜送你的衣服吗？她皱着眉，一脸严肃，怎么送了你一件破洞的？下一秒，她充满好奇的眼神看向我，挺好。我苦笑服了，她连羞耻内衣都不懂，怎么可能会背叛我跟抒情好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商家发错货了吧。我一把抓过来，把衣服丢进了垃圾桶。在此之前，我不能让苏成知道我常年跟着胡月混迹酒吧，懂得太多。但抒情的1元盒饭，我得去好好了解一下。第2天一早，我特地去工地看苏成干活，给他准备了毛巾、水杯跟干净的衣服，顺便看看传说中的校花抒情在哪里。但没见到抒情，还是一眼就看到了苏成。他站在人群中，戴着安全帽，一脸严肃地指着建筑，好像在发脾气，手里还拿着图纸。他也看到了我，棱角分明的严肃脸顿时露出娇憨的笑容，朝我跑了过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监工，但我不说，怕你太辛苦了，所以一下课就过来看看你。我看着他满头大汗，忍不住拿着纸巾替他擦了擦额头。你刚才在训他们呢？你当领导啦？路边时不时走过好几个同学，可苏成不管在哪里都能被一眼看到。他的气质跟长相真的挺像领导。没，俺就当了小组长，刚才工地建筑有点问题，俺给他们指出问题呢。他拿下安全帽，娴熟又自然地拿起我手里的水，浇在了头上，水珠顺着他的发丝到他的喉结，最后流进了他的背心里。真 TM 帅。可我 DNA 刚动，抒情来了。哥哥，抒情娇滴滴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，他拿着水也拿着毛巾，甚至还拿着一套西服。我快气死了，就几天没来，抒情都已经喊上哥哥了。哥哥，你辛苦吧，快擦擦汗，换个衣服吧。抒情拿着衣服，化着妆，穿着小短裙，好看又精致。我更气了，为了符合我交不起宿舍费的人设，我都不舍得化妆，天天顶着一张纯素颜，还穿着最简单的 T 恤跟牛仔短裤。此时落了下风，哥哥，没等苏成说话，我夹着嗓子也跟着娇滴滴的凑到他面前。哥哥，你还是用我的擦擦汗吧，穿什么西装啊，还是背心更适合，天气太热了。抒情、苏成他们2双眼睛齐刷刷的看向我。哥哥怎么啦？是不是要晒晕了？那我们回家吧，回去后我给你按摩按摩。我忽闪着大眼睛，主动拉住了苏成的手，他身体明显僵了下。说出来不怕笑话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跟苏成有这么亲密的举动呢。但勇敢者先享受爱呀。你们
同居了？舒晴不可思议地瞪大双眼看向我。是啊，忘了告诉你，苏成是我的男朋友。我把头靠在他的肩上，官宣的那种，以后会结婚的那种。舒晴目瞪口呆，他张着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苏成也跟着点头，对，俺们把彼此都交给对方了。他怎么这么会说？俺该给的也都给他了，俺们承诺对对方负责。苏成说的一本正经，我的心脏跳得厉害。舒晴连忙问了句，给什么了？俺的全部，还挺多的，他秒回，但也不够，俺未来会给他更多。别说舒晴了，连我都误会了，他是怎么能够一本正经的让人浮想联翩的？我们什么时候把彼此都交了？舒晴张大嘴巴，更震惊了，缓缓说了句，没想到你们都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。而苏成没再回他，而是食指紧扣住我的手，大摇大摆走出了学校。回家后，我一脸严肃地跟苏成说，以后跟舒晴别走得这么近，我不喜欢。这不行啦，媳妇。苏成老老实实地开口，他爸是俺们工程的投资商，要俺带他学设计图，说他经常倒数第一。倒数第一倒是真的，但他到底有没有情商啊？果然是糙汉直男，他连哄哄我都不行吗？不对，你竟然会建筑设计？我狐疑地看向他。会呀。苏成走到我的书桌前，他指了指，用手戳了戳我的建筑设计作业，你设计的体育建筑还能更优化啊？这份设计图我已经让老师看过了，基本上可以算是成稿了。要考虑到执行难度，体育建筑类的，你最好实地考察下，会更容易设计出符合规定又美观特别的图纸，不然很多东西容易执行不到位。苏成认真中带着一丝专业，他平常是娇憨，可此时此刻，不管是浑身的气质还是谈吐，这活脱脱的就是个霸总啊。他拿起笔在我的图纸上随手画了2下，你看看，这样没有破坏你整体设计感，又更容易执行。还真是这样，苏成竟然一眼看出了问题。你好厉害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业内大佬呢。我惊呼出声，虽然是专业第一，但实地考察对我这个大学生来说的确缺乏机会。闻言，苏成一愣，随后笑着挠挠头，工地混多了，俺就懂得多了。我注视着苏成，忽然发现除了皮囊以外，我对他的了解好像少之又少。忽然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了我的注目。苏成拿出手机，我看到是舒晴打电话来的。他开了功放，什么事？哥哥，我有一些设计图不会画，能不能请你远程指导一下呀？舒晴的声音娇滴滴的，可苏成的声音却沉如洪钟。不好意思，现在下班时间，俺要跟俺媳妇做高兴的事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挺好，反正不用我说，舒晴已经误会了。学校的工程结束后，苏成更忙了，他没日没夜的转，白天穿着西装上了宾利车说要去谈工程，晚上穿着背心回来说在工地搬砖，时不时还拿回来很多好看的包包跟首饰。我忍不住问他，这都哪来的？苏成笑着说，包工头给的，让俺给你，说你戴着好看。谁家包工头会给 LV 的包包、黄金、翡翠、珍珠项链？苏成，你没骗我吧？我心里隐约不安，你是不是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了？我清楚地认出其中一条翡翠镯子，水头绿油油的，是金圈太子爷霍玉在7岁那年在慈善拍卖会上拍下的一对镯子。他该不会为了赚钱抢霍家的东西了吧？俺是老实人，俺不干那些事。包工头说是假的，就图好看。你要是不要，俺还给包工头。苏成信誓旦旦地说，你放心，俺马上可以给你换大房子了。要。我扭头拿着这些翡翠黄金去做了鉴定，发现都是真的，甚至连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看我2眼，这些都挺贵的，这条原条翡翠至少要2000多万呢，您千万收好。我记得是被金圈霍家拍去收藏了，您就是未来的霍夫人吧？我当然不是，我只是跟霍玉定过娃娃亲。这手镯的确是一对，一条在霍家，一条在我家，现在可好，2条都在我手里了。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偷偷跟着苏成去上班，发现他穿着西装走进了霍氏集团的大厦，我更不安了，想阻止他做错事，结果遇到了我爸。你这丫头来这里干嘛？我爸摘下我的鸭舌帽，又拿下我的口罩，眉开眼笑问我，是不是想通了，想跟霍玉联姻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嫁谁都不嫁他。我立刻反驳，你是不是忘了我6岁一拳打伤了他的右眼？你难道还忘了8岁的时候我练泰拳一脚踹到了他裤裆？我爸嗨，爸，他哭着喊着说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我，你都忘了吗？霍玉，金圈太子爷，我小时候的竹马，也是我娃娃亲的对象，但被我踹到裤裆后，刚好被媒体拍到，他狼狈逃出国，据说最近才回来。我怎么可能嫁给一个小怂包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我没听我爸唠叨，径直走向了霍氏集团，正看到苏成往总裁办公室走呢。他果然有猫腻。我往前走一步，看到舒晴也走了进去。透明的落地窗里，
舒晴坐在总裁办公室的主位上，苏成站着跟舒晴在说些什么。我快气炸了。霍氏集团的员工们从我身边走过去，却传来了一声声羡慕的声音：好帅呀，我好羡慕啊！这个姑娘到底是哪来的本事，跟她贴贴的呀？我也想啊。你想什么呢？知道她是谁吗？京圈的名媛，现在在读大2，听说跟京圈霍家本来就沾亲带故的。哦，那是了。这姑娘不管是长相还是家世，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啊？听说他们最近还一起看房呢，关系很亲密哦。我心里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，扭头就给胡月打电话过去。呜，阿月，我失恋了。胡月立刻问清缘由，顺便把舒晴的身份打听出来了。她是霍家的远房亲戚，家底已经不怎么厚了，但跟霍家一直有来往。我说苏成的手镯是谁给的？合着那些包啊手镯都是舒晴给他的。当天晚上我在家里等着苏成回家，但他不光没回来，还只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：媳妇，俺这段时间得出差，别太想俺，回来就给你换大房子。换什么大房子啊？他是想把我换了。我连夜就把东西收拾好，搬了寝室。男人重要，但出轨的男人都是姐的过客。没过2天，我在舒晴的朋友圈看到了他跟苏成的合照，配文字：俺哥。我气笑了，看着苏成给我发的信息：媳妇，怎么不理俺？俺想你了，等俺忙完这一阵，马上找你。想鸡毛？他俩连口音都一样了，还想我呢？我麻溜地关上手机。周末回了家，我爸给我准备好了礼服，苦口婆心地逼我去参加一下京圈太子爷的生日宴吧。他要是还记得小时候被你欺负的事，那这联姻就不继续了。我想了想，一怒之下去参加霍玉的生日宴了。霍玉考虑到他奶奶身体不是很好，特地选在了避暑山庄进行的生日宴会，还是在异地。我去了，还特地拍了好几张照片晒在了朋友圈。我爸非要让我见从小订娃娃亲的小男孩，没准就成了。我气死苏成。很快我的手机炸了。媳妇，你怎么在避暑山庄啊？你要见谁啊？你这么久没理俺，是因为有相亲对象了吗？媳妇，你理俺呀？未接电话3个。媳妇，俺也在这里。我实在忍不住，周围到处看了一眼。这个宴会的规格很高，我发了信息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可发出去我就后悔了。他当然可以在了，他认识舒晴，舒晴可以带他来这里。大骗子实锤。苏成，俺在这里兼职当保安。我冷笑一声回了过去，骗，你也就知道骗人了。你人看着老实，心是一点也不老实啊。其实我想等苏成一个解释，可谁知道他直接承认了。对不起媳妇，你都知道了呀，俺错了，俺不对，俺跟你道歉。我来不及了。苏成，为什么？难道这事情是死罪吗？这不是好事吗？好事。我看错他了，本来以为他挺单纯的，现在看来他还生活在古代，脑子挺封建，被发现背叛后竟然还说是好事。我再次气笑了，然后给他拉黑了。我放下手机猛猛喝酒，却发现喝多了竟然恍惚看到了苏成的身影。呜，我下手慢了，我得先把8块腹肌得到手啊，不然也不至于现在不甘心看个人都像苏成。没一会儿我被我爸挡住了视线，他说，你有空在外面跟野男人厮混，不如去巴结巴结京圈太子爷。走，霍玉来了，你现在跟着我去见见他。谁要巴结他呀？我笑出声，霍玉他一个胆小鬼，小时候看到我就撒腿跑，谁要巴结他？我的话音刚落，周围过来一群穿着西装的男人。下一秒，站在中间的男人低沉的嗓音开口了，陆先生，听说您在找我。我被我爸挡住视线，没看到霍玉，但知道刚才说的话他都听到了。是我女儿二丫在找你。二丫是我的小名。我爸转过身，态度都好了许多，你们小时候一起玩过。哦，二丫呀。霍玉意味深长的语气讽刺着我的小名，轻笑道，我跟奶奶说了，我娶谁也不会娶她。再说我有女朋友，我现在要去找她了。我一气之下扒拉开我爸，也笑出声，巧了，我嫁谁也不会嫁你。怎么回事？这是霍玉，这苏成的脸怎么长在了霍玉的脸上？我一定是喝多了。眼前的霍玉也愣了，他皱眉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，良久才扬起尾音问，媳妇。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震惊地回过头。包间里，我跟苏成对坐着，我爸坐在我身边，神色紧张。良久我们谁也没有开口说话。我爸忍不住了，你们应该不太熟悉吧，我给你们好好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女儿二丫，大名陆念，这个是京圈太子爷霍玉。霍玉怎么可能是苏成呢？我皱着眉头发问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双胞胎兄弟流落在外？闻言，霍玉笑了，俺是独生子。下一秒，他优雅地叠起双腿，抱歉，有点改不回来了。我，好吗？是苏成。我爸在一旁激动地开口，你这丫头胡说什么呢？霍玉改名了，现在叫苏成了。他打开了话匣子就关不住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，
小时候给人家一脚踹裤裆，都上了头条。我爸越说越兴奋，他当时连夜就改名了，连姓都改了。我是因为从小体弱，加上出生不会哭，我爸给我取了个二丫的名字好养活。再长大点让我去学了泰拳。苏成也是，他的身体比我还弱，甚至上小学也被人孤立欺负。我踹他的那一脚是培训机构的老师让我们两个切磋，却刚好被来拍摄宣传片的媒体拍下来放到了网上。苏成当下就在地上打滚，哭的眼睛都红了。那段视频被传播出去，听我爸说他没法在学校混了，选择出国。想起苏成健硕的身材，我想他在国外一定是练得特别用心。我爸又开口了，又试图打破我们之间尴尬的气氛。念念，当初你这一脚直接让霍玉对女的没兴趣了，在国外一个女朋友都没谈，还有洁癖，老太太担心的不得了，差点以为他连男的也不喜欢。苏成的脸刷得红了，他叠起的双腿隐约有些不安，他轻咳一声，陆伯伯，这些都是谣言。对，你看你们俩现在好成一个人似的，都喊上媳妇了。我爸忍不住感慨，这就是命运，兜兜转转还是你们俩，我爸是会做媒的。当晚苏成提出送我回家，500公里的车程，路上我们愣是没说出一句话，我喝了酒头晕晕的，靠在车窗边说不出一句话。在生我的气吗？苏成小心翼翼地试探。我想说没有，但我有点恶心。念念，我不是有意骗你的。他开着车，嘴里碎碎念，我故意去工地就是为了认识你。他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？不是有意，是故意是吧？其实陆伯伯说的不是谣言。他见我没说话，又继续开口，我的确没谈过恋爱，有洁癖，你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人，我对你很有兴趣。哦，我实在是没忍住，一扭头吐在了他的裤裆上。他的车刚好冲下高速，他僵硬地看向我，念念，你是觉得我恶心吗？对，我有点恶心。刚才酒喝的有多快，现在就有多恶心。又呕了几下。好受点，我抬起头一眼看到了苏成，他的双眼饱含泪水。没等他哭，天上先下起了暴雨。他找了酒店订了一间房，我们先住下了。到了酒店，苏成买了要跟裤子，紧接着问我，念念，我能脱裤子吗？想脱就脱。好，哪怕他现在是京圈太子爷，说话也挺让人误会。他1秒脱裤，然后我又吐了好几次。光着大腿的苏成温柔地拍了拍我的后背，你不能喝酒就少喝点，以后一点也不能喝了。我扭过头想抱怨2句，结果对上了他的大裤衩子，挺大的。念念，你在看什么？还是不舒服吗？他拍我的后背更用力了，我能帮你做点什么？要不送你去医院吧？我漱了漱口。苏成还在继续念叨，念念，都是我不好，你想怎么罚我都行。太吵了，我踮起脚堵住他的嘴，一松开，他又说，念念，你又被我堵上了。世界安静了，我又松开，他又说话了，念念，其实我还是堵上吧。过了3分钟，我正想撤回我的嘴，后脑勺被苏成扣住了，他加深了这个吻。我被亲到缺氧，双手胡乱地挣扎着，一回直接打在了他的裤裆。怎么又打我？他的呼吸急促，在我耳边沉沉地叹了口气，打的还都是同一个位置。陆念，你是对我的裆有什么执念吗？我也跟着大口大口地喘气。跟他亲个嘴怎么这么累？没，我慌张地解释，喘了2口气正想呼吸，结果一个没站稳，朝着地上摔去。还好苏成的反应更快，他拉住我，跟我一起倒在了地上。好，我被他压住了，顿时觉得身上像压了一座山，我更喘不上来了。你，我看你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想憋死我。我的手再次胡乱的摸索，想推开他，谁知道摸到了硬邦邦的东西。哦，是8块腹肌。我竟然摸到了苏成的8块腹肌。以前跟他在出租屋里，我什么也不敢碰，不敢主动，怕把单纯的苏成给吓跑了。现在看来，明显是我吃亏了。我借着酒意狠狠摸了2把。苏成倒吸了口凉气，你这是在干嘛？我是觉得你这8块腹肌练的一般。我拉起衣服，露出马甲线，你摸摸我的，我练得比你好。苏成的脸色一阵红一阵黑，他的大掌滚烫触碰我的，开始结巴。好，真的好，好到一发不可收拾，情到浓时。他在微弱灯光中问我，你怎么把破洞的衣服穿上了？下一秒他又红着脸，哦，原来是这么用的。胡月在我出发前又送了我一件，他苦口婆心，万一你在生日宴会上遇到抒情了呢？以他跟京圈太子爷的关系，没准带着苏成一起去了呢。要是遇到苏成，这衣服一定用得上，咱绝对不能吃亏，如他所愿。衣服是真用上了，但苏成好笨，他什么都不会，还要我教。对不起，我太笨了。他一边道歉边感慨，但你怎么什么都会呢？没吃过猪肉，你没见过猪跑吗？我被他气死。我在国外除了学习就是工作，我第一次接触这个。他委屈巴巴的，念念，你会对我负责吧？他怎么一晚上唧唧歪歪的，像个唐僧。第2天一早，我是被一通电话铃声吵醒的。我腰酸背疼，苏成的眼睛却熠熠生辉，
连声音都洋溢着兴奋。他接起电话，开了扩音。电话那头再次传来抒情的声音：哥哥，你的生日宴会怎么跑得这么早？昨天一晚上联系不上你，你哥哥昨天晚上照顾了我一晚上，可把他累坏了。我替苏成把话说出口，可没想到苏成迅速接了话茬：不累呀，我还可以再来的。呵，他真挺糙的。那恭喜哥哥了。抒情的声音激动又高昂。奶奶，您听见了吗？哥哥他找女朋友了。紧接着我听到霍老太太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：小玉啊，赶紧把女朋友带回来让奶奶瞧瞧啊。随后是我爸的声音：老太太，您见过的就是我女儿啊。他们几个在电话那头已经开始讨论聘礼了，甚至还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皱眉看向苏成：那个，你跟抒情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怎么刚才听着抒情这么激动呢？哦，她是我奶奶那边的亲戚，是我名义上的妹妹。我忽然想起在工地上跟抒情起争执那天，还喊苏成哥哥，这站在抒情的视角不得笑话死我。原来这是真哥哥呀。苏成见我不说话，又缓缓地开口：小晴还问我是不是真喜欢你，他能帮我刺激一下你，也不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。良久我才说出口：那你怎么不跟我说你跟他的关系？我说了，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。苏成老实巴交的开口：主要你也没问，怪我没长嘴。我气得坐起来想去浴室洗个澡，却被苏成伸手拽住搂进怀里。他咬着我的耳朵，语气坚定：别生气，生气就罚我继续睡觉。从那天起，苏成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，一夜10次郎，真挺离谱的。苏成带我回家见父母了，家里摆满了菜，又放了一箱又一箱的现金，摞一摞的房产证，据说都是给我的。吃饭期间气氛融洽，吃完饭后霍老太太拉着我说悄悄话：念念，你小时候经常来拜年，后来因为小玉的事就再也没来过。我总以为这门亲事要作废了，别说老太太了，我也早就把娃娃亲抛之脑后。想当年苏成被踹的事火遍整个京圈，甚至连我曾经一拳头差点把苏成打瞎的事也被翻出来了。苏成出国，我也不敢继续跟霍氏走得太近。奶奶，我小时候的确挺暴力的。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我也没想到因为这些事导致他在国外这些年不敢找女朋友。胡月帮我去调查了，他查完就笑到合不拢嘴。一开始他是干工地的，什么都不懂，我还不信呢。了解过他的经历，才发现他是真蠢啊。出国后的苏成除了学习就是学习，他连续跳级，门门功课都出类拔萃，几乎把所有精力全部投入学习。其次就是埋头在健身房苦练，练出了肱二头肌、8块腹肌。再往后就是工作，工作之余就是撸铁。也有不少女孩追过苏成，可都被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，还说不喜欢女的。也难怪霍老太太当真了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她太脆弱了，我这还有关于小玉小时候被你打完的录像呢。说着，霍老太太打开了电视机，上面出现了苏成从培训机构回来，一只手捂着裤裆，一只手在擦眼泪的画面。他哇哇就是一顿哭，语气还奶凶奶凶。我不要再见到二丫，她太野蛮了，我讨厌她。有人打趣他娃娃亲，小苏成嘟着嘴巴，谁要娶她？哇，我以后不结婚了，反正我的小鸡鸡掉了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紧接着电视被关了，苏成沉着脸轻咳了声：奶奶，这都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，怎么还翻出来？你小时候真可爱。我伸手捏了捏他的脸，实在没忍住：苏成，你好好笑，你再这样俺生气了。苏成握住我的手，很想哭。霍老太太听着他的话，瞬间恍然大悟。哎呀，最近我总是听他说俺，还以为他去工地是为了好好研究工程，跟工地的人打成一片。后来我找抒情打听，才知道他这是专门找了包工头练习口音，是为了追你啊。跟包工头练习口音，其实我一开始听到苏成的口音挺别扭的，原来他是专门学的。我忍不住问他，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他说，第一次是在学校光荣榜上看到你，第二次是工地太热，有人中暑晕倒，是你给他做的人工呼吸。那时候我发现你勇敢又善良。再后来我看到你在学校辩论会上舌战群儒，第四次是你在小巷子里帮一个女生解困，比划了2下泰拳，吓退了小混混，都不用我出手。第5次就是你卖盒饭，所以他是专门为了我伪装成工地糙汉，特地接近我的。他白天穿着西装上班，有空穿着背心在工地晃荡，合着我们都把对方当成了猎物。车子在出租房楼下停住，苏成认真地看向我，棱角分明的脸上带着浅笑。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很熟悉，原来是二丫呀。我皱眉看着他，苏成，你说你会不会有受虐倾向？就爱欺负你的苏成。他沉默了，良久才开口，那你好像也是，你总让我用力。我快速地用手捂住他的嘴，算了，我们别互相伤害了。1周后，苏成把出租房买下来了，写了他自己的名，又给我买了一套别墅。我把家里的祖传手镯找出来了，果然是跟苏成给我的，那只是一对，原来兜兜转转还是这一对。没多久，
我就把出租屋重新装修了一遍，等1年后重新可以搬进去。那天胡月打电话来，给你准备了进屋里，你查收下，给你们的爱情上上强度。快递是苏成拿的，我拆的，是个大礼包。苏成皱着眉发问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还全自动呢？我红着脸丢进了垃圾桶，我也不知道，肯定是记错了。不会吧，快递写的你名字啊，我研究一下。苏成真的开始研究了。我默默地拿出手机给胡月发了信息，别寄了，真用不上。胡月，你打算要孩子了？胡月寄的是一箱娃娃嗝屁袋。那这些全自动是谁寄的？紧接着我收到了抒情的信息，嫂子，之前都是我不对，道歉，给你寄了点东西，专门赔礼道歉，合着这些东西是抒情寄的是吧？我的手机被苏成抽走，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，用得上吗？老婆，你是觉得我不如这些全自动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没解释完，被丢到了房间里。苏成身体力行地告诉我是有多用不上，我欲哭无泪。东西又不是我买的，怎么罪都是我受？深夜，苏成在我耳边开口，声音沉而有力，老婆，以后别买这些东西，他们会的我都会，他们不会的我也会。我实在没力气回答他，被他抱在怀里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在培训机构里一脚踹了苏成，小苏成哇哇大哭，而我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，边哄边激他，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哭。后来他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原来一切的美好都有迹可循。全文完。